男孩和小雪是同父异母的孩子，两人相依为命，父亲在国外打工，至今未归。恶毒的小妈把两个孩子赶了出来，残酷的现实让两个孩子面临着巨大的困境。尽管他们出生在山区，生活艰辛，两人决定一起努力，克服困难，追求属于自己的幸福。大家好，欢迎观看男孩和小雪的艰难生活纪录片。这个小木屋是山中的废弃小屋，兄妹两人只能在此落脚，说不上遮风挡雨，好歹有个住所。男孩醒来后发现床上的木板已经破烂不堪，他叫醒妹妹，两人决定去山里取一些材料回来，修整一下废弃的小木屋。两人穿梭在山间小路上，男孩拿起柴刀砍伐一些棕榈叶子，小雪则跟在哥哥后面收集叶子。砍伐棕榈叶子还是比较轻松的，没过多久，两人便收集了很多叶子。兄妹两人拿着叶子准备回废弃小屋，小雪年龄稍小一些，只能拿着几张叶子，而哥哥却承担起了重任。还好的是，距离小屋位置比较近，没走上几分钟就已经到家了。这可把小雪累得够呛，主要是叶子太大了，硬生生给拽了回来。可怜的孩子真心不容易。此时的哥哥已经爬上小屋顶部，将原来的叶子全部揭开。屋顶的叶子被雨水和太阳不知道冲刷多少遍了，叶子已经全部烂掉，好在顶部的框架还是比较结实的。男孩在上面走来走去，并没有发现危险。这时的小雪也出来帮助哥哥，帮忙传递一些工具。毕竟哥哥在小屋顶部上下拿东西太麻烦了，小雪也只能在下面草地上听从哥哥的安排。男孩叫小雪把废弃的叶子全部收集起来。别看小雪年龄不大，干活也是非常利索，立马就收集起干枯的叶子。孩子也是非常的努力。大山里并没有垃圾桶，他们处理垃圾也只能焚烧掉。小雪顺利地将废弃叶子点燃，而男孩则在小屋顶部绑扎框架。为了今后更好的生活，男孩决定把小屋彻底改造一下。毕竟这个小屋废弃已久，还是有必要重新改造。安全第一为好。屋顶的绑扎工作已经完成，男孩下来后，小雪也跟着哥哥一起整理棕榈叶子。他们将棕榈叶子分成两半叠加在一起，两个孩子互相帮助，虽然已经遭受了命运的不公，然而他们并没有放弃。面对困难和挫折，两人互相扶持，坚持不懈。两人整理树叶花费了好长一段时间，兄妹两人干活始终默默无闻，努力付出。随后男孩再次爬上了屋顶，小雪在下面给哥哥递送叶子，两人配合非常默契。危险的工作哥哥总是冲在前面，男孩将一片片棕榈叶子缠绕在了屋顶的框架上。你还别说，男孩干活很是用心，棕榈叶子被牢牢地缠在了小屋框架上，一排排非常的整齐。男孩显得非常的勇敢，不得不说，山里的孩子确实胆大心细，干活认认真真，有模有样。小雪也没有闲着，在底下听从哥哥的安排，做一些辅助的工作，减轻哥哥的负担。随着时间的推移，小屋两侧的棕榈叶子基本安装完成。为了让叶子更紧实地压在小屋框架上面，小雪给哥哥传递了一根竹子，男孩将竹子压实在了小屋的顶部。这样一来，遇到大风也就不会吹跑了，当然遇到更大的风还是有点难度。男孩拿上柴刀，将多余的棕榈叶子割掉。小雪在屋内整理着地上的垃圾，今后这个小屋就是两人的栖身之地。哥哥在整理着屋顶的叶子，小雪在地上捡着掉落的叶子。这对兄妹干活兢兢业业，为了追求幸福的日子，两人不得不努力付出，坚持不懈。
有没有家人们认识这种水果的？可怜的兄妹两人是如何在大山里生存的？每天都要面对食物短缺等等问题，但是两个孩子从不放弃，努力克服困难，相互扶持。男孩努力承担起男子汉的责任。哥哥是妹妹最亲爱的人，无论何时何地，哥哥都会在妹妹身边照顾她，呵护她。没有了父母的陪伴，哥哥既当爹又当妈，两人相依为命。伴随着山林里的鸟叫声，小雪已经醒来，她轻轻地叫醒哥哥。今天是兄妹两人在大山里生活的第二天，两人起床后，男孩想要修整一下两人睡觉的床板。这座小屋废弃已久，床板破烂得不成样子了，幸好只是表面一层竹片破坏了，底部的支撑没有被破坏。哥哥非常聪明，临走时拿了一片好的竹片测量一下床铺的长度，经过测量，竹片的长度跟床的长度吻合，然后兄妹两人准备出发去大山。男孩带着竹片和工具，跟妹妹行走在大山深处。前面有一条河流挡住了去路，哥哥先走了过去，随后小雪也一起走进河流。两人准备淌水过河。男孩怕妹妹出现危险，于是牵起妹妹的手一起过河。看来男孩不但细心，而且很会照顾人。很快两人便来到了一片竹林。男孩把一整根竹子砍断了，他在处理着竹子边上的枝叶。小雪也只能静静地看着哥哥在工作，目前他也帮不上什么忙。随着时间的推移，一整根竹子的枝叶处理成功。男孩拿上刚才带着的竹片测量竹子的长度，小雪则在一旁帮助哥哥按压住另外一头。男孩做好标记后就开始切割竹子了，不得不佩服这孩子，真的是聪明伶俐。很快男孩将竹子切割成2节了，兄妹两人一人一节竹子扛回去。没过多久，两人回到了小屋。男孩把带回来的竹子切割成好多节，随后还把竹子做了分割，利用柴刀把竹子里面处理平整。妹妹也在一旁帮助哥哥扶住竹片。虽然有些沉重的活妹妹帮不上，但是她至少在小屋里面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，把小屋的地面清扫一下。不过这个扫把没有做好，打扫地面还是有些难度。此时的哥哥已经全部处理完工，兄妹两人把外面的竹片都拿进了小屋。两人将竹片铺设在了床上，一个简易的床板制作完成，至少要比之前好很多。两人露出了开心的笑容。可两人忙活了一上午，已经饥肠辘辘。兄妹两人带上工具，外出寻找可以采摘的果蔬来换取食物物资。在大山里，兄妹俩也发现了大自然的美好。他们一起去探索山林，通过两人的努力，兄妹俩终于选择了摆摊的位置。男孩和小雪两人将采摘的果子都摆放整齐。有家人们认识这紫色的果子叫什么的吗？在芭蕉树上和芭蕉果结在一起的。小编也只认识边上的杨桃而已。随着时间慢慢流逝，兄妹两人的摊位一扫而空。男孩收拾一下，带着小雪两人来到了商店。男孩在商店里买了一些方便面和食物，看来今天不用饿肚子了。兄妹两人回家后点燃了柴火，这个炉灶做得非常不错，不但保证的火力的旺盛，而且还可以架在上面燃烧，使用起来非常的方便。小雪将买回来的食物放进了锅里，准备做饭，而哥哥去山里准备了2个竹筒碗，紧接着一大锅面条煮熟。此时的妹妹已经迫不及待了，急切地看着哥哥在捞面条。男孩把第1碗先盛给了妹妹，照顾妹妹也是男孩的责任。男孩让小雪多吃一点，不要饿着自己。男孩和小雪从此形影不离，哥哥就算再苦再累，也不能让妹妹小雪受苦。这个哥哥做得太到位了。今天的天气非常不错，阳光明媚，
放眼望去，一片绿油油的景色。大山里的风景确实很美。失去了父母的陪伴，男孩和小雪被迫要面对艰难的大山生活。好在哥哥非常懂事，两人很快就来到了大山深处。这里有几株野生的甘蔗，男孩拿出柴刀准备砍伐，妹妹在边上做一些辅助工作。男孩将整根甘蔗砍断后再做分段处理。没有父母的照顾，哥哥需要解决两人的温饱，两人也只能互相依靠，共同承受着生活的压力。随着时间慢慢流逝，男孩已经把甘蔗处理了很多小段，等会方便装进编织袋里。妹妹无聊地在地上玩起了泥巴，哥哥还在努力地工作。等男孩全部处理完成后，哥哥削了一截甘蔗给到了妹妹，两人蹲坐在地上品尝起了甘蔗。多么不容易的两个孩子！面对艰难的生活，兄妹两人没有放弃希望。紧接着，小雪把甘蔗装进编织袋，男孩背起编织袋，两人准备下山去。他们沿着山路走去，忙活了一上午，终于采摘了一袋甘蔗。这里离附近的村落比较近，男孩带着小雪前往村落。不久后，两人便来到了村落附近。男孩和小雪决定在这里摆摊，附近的居民和路人也是比较多的。紧着，男孩把甘蔗摆放在了编织袋上。为了顾客购买方便，男孩将几根甘蔗捆绑在一起，这样就显得没有那么凌乱了。男孩干活还是比较有商业头脑的，整捆卖效率也快，性价比也高。一些路过的居民和路人发现了这个小小的摊位，看着两个孩子确实不容易，顾客们开始光顾男孩和小雪的甘蔗。男孩很会吆喝，随着时间的推移，他们就卖出了大部分的甘蔗，有些人一买就是好几捆。今天的收获非常不错，不仅卖出了自己采摘的甘蔗，还结交了不少新的顾客。男孩也在摆摊中学会了很多技巧和经验。没过多久，两人的摊位一扫而空。男孩和小雪也感受到了劳动所带来的快乐感。无论生活多艰难，只要肯付出，就会有回报。今天两人很是开心。为了节约开支，男孩平时一直舍不得剪头发，他今天决定用这几天攒下的钱去把头发修剪一下。虽然这边的消费水平不是很高，但兄妹两人省吃俭用，宁可先吃饱饭，解决温饱。可男孩的头发实在太长了，遮挡了眼睛。凭借两人的努力工作，赚取微薄的收入，很快男孩支付了理发的费用，他也有些舍不得。剪完头发也精神了许多。然后男孩和小雪准备返回山中小屋，他们路过一处河流，男孩牵着妹妹一起淌水过河。紧接着两人便回到了小屋，男孩拿起锄头清理着小屋周边的杂草，小雪在边上收拾着杂草。于是妹妹主动要求跟哥哥换一下工作。可当小雪拿起锄头准备除草时，发现并没有想象的那么简单。可能是因为妹妹很少做这样的农活，哥哥还是接过小雪的锄头继续除草。妹妹只能做一些轻便一点的工作，帮助哥哥清理杂草。其实妹妹也很想帮助哥哥减轻一些。经过两人的努力，小屋附近的杂草也清理出一片空地，周边也变得干净了许多。为了打造出一个整洁的环境，两个孩子都很努力，不知疲惫。突然下起了大雨，孩子们衣服都要湿透了，于是两人只能停下工作。简直太好了！男孩和小雪的父亲找到了两个孩子，父子三人手牵手，多么温馨的画面！这次终于和孩子们团聚在一起了。团聚的时刻也让两个孩子感受到了父爱的温暖。晨光初照，山林间的绿色植被繁茂昌盛，给人一种清新的感觉，好像回归了大自然。兄妹两人早早的起床了，他们来到山林间寻找可采摘的食物和果蔬。两人在山间寻找一阵后，并没有找到想要的资源，他们继续前往大山深处。山林间的陡峭之路让哥哥非常担心妹妹的安危，他牵起妹妹的手，准备一起前行。可妹妹也是非常的勇敢，
大山的生活他早已习惯。两人一路相伴而行，大山的风景确实迷人，盛开的花朵是那么的美丽。清澈的溪水在山间流淌着，蜿蜒曲折的溪水流淌在青山绿树间，小鸟鸣叫，蝴蝶飞舞，宛如一幅流动的风景画，让人心旷神怡。他们生活在一个贫困的农村家庭中，父母离异后，小妈把两个孩子赶了出来，兄妹两人从此相依为命，互相照顾。两个从小就懂得了生活的艰辛，但他们并没有被困难击倒，而是相互扶持，共同面对艰难的生活。两人在大山里兜兜转转，实在没有找到资源。他们从大山里走到了公路上，也不知道他们的目的地在何方。男孩拿起地上的废弃瓶子，看来今天又是没有任何收获，只能捡一些瓶子去维持生活了。幸好的是，两个孩子非常努力，小雪也在一旁帮助哥哥捡着瓶子。为了生活不得不付出努力，他们沿着公路走去，捡拾可回收利用的垃圾。哥哥拿着沉重的袋子，小雪跟随在哥哥身边。看见路上有废弃的物品，他们便收集起来。至于想找到值钱的东西，那肯定是没有的。兄妹两人默默地坚持着，为了能换取一点微薄的收入来填饱肚子。男孩是一个勇敢坚强的孩子，他总是想着保护妹妹，尽力承担起更多的责任。他在山间的公路上来回奔波，寻找着可以换取食物废品。今天的太阳非常的暖和，微风吹拂，绿树成荫，显得一切都是那么美好。大山里的废品不是很多，因为人口比较稀少。女孩虽然年纪尚小，却展现出超乎年龄的坚韧和毅力。她跟随着哥哥，努力地捡拾垃圾，尽量减轻哥哥的负担。孩子是那么的懂事，为了寻找到更多的废品垃圾，他们尝试着努力。艰难的生活锻炼了他们的意志力和坚韧，也让他们更加懂得珍惜生活中的每一个美好时刻。没有了父母的依靠，他们只能相互扶持。父亲远在国外打工，一年也见不上几次面，两人便成为了大山的留守孩子。而远在国外的父亲并不知道家里的悲惨遭遇。孩子们吃尽了苦头，看着孩子们那么的努力寻找垃圾，不得不由衷地感叹生活的艰辛。这也说明了一些贫困地区的家庭真实写照。今天捡垃圾的经历也让两个孩子饱受苦难，从公路那头捡到这头，不知疲惫地在大山里行走。他们没有选择，只能通过这种辛苦的方式来维持生活。穷人家的孩子早当家，这句话说的一点也没错，只能辛苦的劳动才能解决温饱。经过漫长的等待，实在找不到更多的垃圾了，兄妹两人只能返回村落。随着时间的推移，两人终于赶到了附近的村落，周围有很多的居民聚集在一起，看来这里便是他们的商店位置了。两个孩子找到了一家收集废品的回收站，大叔查看了一眼袋子里的废品垃圾，为了给到两个孩子相应的费用，大叔从屋子里拿出了秤。经过双方核对后，男孩把袋子里的废品垃圾装进了大叔的袋子，因为男孩的袋子他们还要留着使用。最终老板拿出了一些费用给到了男孩。两人来到附近的商店后，购买了一些食物，毕竟一上午到现在还没吃上一口，现在最主要的就是填饱肚子再说。人是铁，饭是钢，一顿不吃饿得慌，再好的体格也经不起这样折腾。今天终于不用饿肚子了，兄妹两人吃得很是开心。对于两人来说，能吃饱饭是件非常开心的事。吃了上顿没下顿，多么不容易的孩子。想想我们小时候也是吃不饱饭，更别提能吃到什么营养了。那个年代的人也是面黄肌瘦，瘦骨嶙峋。正当两人吃得开心之际，有一位陌生男子来到他们的面前。男孩和小雪激动地赶紧上前拥抱，眼前的男人正是两个孩子的父亲。一家人终于团聚了，这是一个值得高兴庆祝的日子。三人的眼中充满了激动和惊喜，他们紧紧地拥抱在一起。好久没有见面了，三人流露出深深的思念和关爱。他们的父亲很早就离开了家乡，外出打工谋生，回来后没找到孩子们，然后试图在村落附近找找。
父亲的辛勤工作和努力付出也是为家庭。戴旦并不知道家里的情况，在一阵沟通后得知，孩子们等同于离家出走了。当父亲得知真相后，他感到非常懊悔。孩子们一直迫不及待地盼望着父亲的归来。三人手牵手行走在山间小路上，这才是一家人的温馨时刻。男孩带着父亲来到了废弃小屋，父亲看着孩子们生活的住处，查看着周围的环境，他无法想象两个孩子经历了什么，吃尽了多少苦头。父亲为此也感到心里难受。男孩开始准备做饭，不过家里没有食材了，幸好父亲带了一些回来。男孩在边上生火，点燃柴火，他叫小雪出去打一点山泉水回来。小雪也是非常的懂事，这个灶台搭建得非常可以，不仅能防住被风吹灭，而且还能集中火力。这时小雪也已经打水回来了，看见妹妹在洗铁锅，哥哥赶紧过去帮忙。哥哥总是照顾着妹妹。男孩把洗净的铁锅架在了灶台上，随后往锅里倒入一些山泉水。家人们评价下这个灶台怎么样？是不是非常不错？总比用几块石头搭建的强太多了吧？等锅里的水煮沸腾之后，男孩把父亲带来的食材放入锅中，父亲再为孩子们做一些腊肉。也不知道孩子们已经多久没吃肉了。在等待之余，妹妹和哥哥在床板上嬉戏。好久没看到孩子们这么开心了。父亲的回归确实让孩子们感受到了温暖。此时午餐已经准备好了，父亲为孩子们盛好饭，家人团聚在一起，温馨而幸福。父亲感受到了家的温暖，孩子们也体会到了父亲的辛劳和爱。他们围坐在一起，共享了这份难得的团聚时光，谈笑风生，其乐融融，期待父亲与孩子们的美好生活。真的太好了，男孩和小雪的爸爸供两个孩子去读书了，这才是最好的选择。只有接受教育，才能获得更多的机会，并且改善自己和家人的生活。每个孩子都应该有追求更好未来，从而走出大山。爸爸回来后，两个孩子的脸上洋溢出灿烂的笑容，这才是孩子们该有的童年。兄妹两人早就起床了，可是爸爸却不见了人影。正当两人发愁之际，爸爸带着礼物回到了山中小屋，给孩子们买了2个崭新的书包。兄妹两人早就到了上学的年龄，孩子们第一次这样的开心，这是一个令人感动的时刻。虽然没有了母爱，但是体会到了父爱，不仅给他们带来物质上的享受，更重要的是爸爸对孩子们的关爱和支持，对孩子们的成长有着极大的帮助。不得不说，这个爸爸想得非常周到，并且书包里面还装了2套新衣服，一套哥哥的，一套妹妹的。两人迫不及待地想要试穿。穿上新衣服后，孩子们的心情非常愉悦和自豪。爸爸帮2个孩子的衣服整理下衣领，这才是一个好爸爸。关爱和呵护对孩子们来说极为重要，每个孩子都希望被关怀，父爱能够伴随孩子们健康成长。兄妹两人也是异常兴奋。等孩子们穿戴好后，爸爸做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，那就是送2个孩子去上学。紧接着，一家人离开了山中小屋。爸爸的好并不需要华丽的语言或是昂贵的礼物来证明，而是体现在日常生活的点点滴滴。不难看出，这一次爸爸的回归对孩子们付出了一切。对于这些孩子来说，追求走出大山的愿望是一种勇气和希望。我们应该鼓励并支持他们的努力和追求。贫困地区的孩子们生活过得确实艰辛，尤其是面临着生存压力。随着时间的推移，一家3口终于来到了附近的集市。孩子们想买一些关于学习方面的用品，他们来到一家小商店，兄妹俩人在商店内挑选着学习用品。为了不让爸爸破费，孩子们挑选了一些必备的学习用品。孩子们是那么的懂事，一袋零食都没有买。大山里的孩子虽然成长环境相对艰苦，但他们却展现出了非常令人钦佩的懂事品质。爸爸帮孩子们付完费用后，3人便离开了商店，前往学校的旅途。爸爸带着兄妹2人来到了学校门口。现在正是孩子们上学的时候，学生们背着沉甸甸的书包，踏着轻快的步伐走进校园。
爸爸简单的跟孩子们交代了几句，希望兄妹两人好好学习。知识可以改变一个人的命运，但是不学知识一定改变不了。知识改变命运不仅仅是口号，它提醒我们要珍惜知识，不断学习。整个校园都变得生机勃勃，充满了欢声笑语和活力四射的氛围。特别佩服爸爸的这次举动，他也知道自己的孩子需要学习，就算不改变命运，也需要学习知识。爸爸独自一人离开了学校，大山里的风景确实美不胜收，到处充满了绿意盎然的气息。大城市里全是高楼大厦，很难看到这样风景迷人的景色，这才是真正的田园乡村气息。爸爸来到一棵果树下寻找一些资源，俗话说得好，靠山吃山，靠水吃水。爸爸捡起地上的果子，用柴刀把果皮慢慢削下，然后切成小块尝了一口，感觉味道比较可以，于是他就准备开始采摘。成年人的身手就是不一样，3下5除2，直接来到了树梢。像这样危险的行为，孩子一定要注意安全。男人非常聪明，用自己的背包挂在了树枝上，把采摘的果子直接扔进了背包。他来到树梢上，小心翼翼地将果子摘下放入背带，也不知道男人采摘的是什么果子，有没有家人们知道的。看上去感觉都是青色的样子，不清楚好不好吃，反正个头倒是蛮大的，果实饱满诱人。沉重的袋子压得男人有些吃力，他把摘下的果子全部扔在了地上，还好的是地上全是沙子，这样也不容易身损坏。男人爬下果树，开始捡拾地上的果子，满满一袋子青色的果子，真是收获满满。男人背起袋子朝着村落走去。随着时间慢慢流逝，男人已经来到了村落附近的商店，他摊开编织袋，将包里的果子全部倒出。为了生活也是没有办法，2个孩子需要读书，生活的费用开始有些压力。男人趁孩子们在上学读书之际，为了孩子他也只能辛苦一点。很快就来了第一位顾客，这种果子也是当地的特产，很受当地居民喜爱。为了赚取微薄的收入来补贴家用，男人付出了行动。父爱如山，是孩子成长道路上最坚实的支柱。爸爸是家庭中的顶梁柱，他默默付出着一切为了孩子们。生意还是比较不错的，附近的居民很多来来往往，主要边上是小商店，不一会儿全部卖完。爸爸是孩子们最坚强的后盾，愿爸爸和孩子们永远健康快乐，幸福安康。那么爸爸和兄妹2人明天还会发生什么呢？感谢您的观看和支持，我们下集见。